何店主救我满门，我本以为你是为了大义心存感激，我没想到你们跟小女早有结识，还教唆她行医开店。若不是花行熟客发现告知于我，我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，春儿的名节差点就被你们给毁了。我们没有教唆，小春是真心喜欢治病救人。行头，小春行医颇有天赋，连太医署的副圣手都夸赞过他。若是您强行把她留在家中，逼她嫁人生子，恐怕她会痛苦一辈子。嫁人才是女子正道。我一心为了她好，想让她找一个好的人家，而你们呢，纵她胡闹，将她往火坑里推。你们走吧，以后莫要再见我们家春儿。送客。是。长店行医都是我自己的主意，与旁人无关。家主，胡家送来的聘礼都被娘子给砸了，我们实在拦不住。你之前温婉和顺，你怎么会变成这副样子？只因我本性就是如此，先前怕您伤心，故而才装作温柔得体的样子。父亲，我不愿盲婚哑嫁，我想继续行医。女子行医为人，不耻妇德有亏，正经人家都会看你不起。难道你以后永远都不想嫁人了吗？所谓良婿，若只因为我是女医便轻视于我，便已不值得嫁。你是非不分，口出狂言，就你这副样子，若你母亲看见了，九泉之下也不会瞑目的。那女儿敢问父亲一句：是母亲不够贤良吗？她的福气在哪里？只因您一句抛头露面，有辱家风，她一生被困于内宅，郁郁而终。那你是怪我？您可知她真正的喜爱是什么？您可知她的理想抱负又是什么？父亲葬送了母亲，现在又要来葬送女儿吗？你爱花就可以此为业，难道只因小春是女子，便不能做自己喜爱的事吗？也太专制了吧！小春妙手仁心，花门中上下无人轻视她，经她治愈的病人更是对她敬重爱戴。我们行事隐瞒了您，确实不对。可是小春行医，并没有错。何店主，你离经叛道，你委身官宦为妾，我不能让我的女儿走你这条路啊！父亲，春儿，你现在长大了，你交了朋友，有了底气，便不需要这个家了吗？我最后问你一句，你是要留下来做我吕万荣的女儿，你还是要踏出这扇门，去追你所谓的医道？真不能两全吗？不能。从此以后，吕家没有你这个不孝的女儿。父亲曾说，蒲公英随风而散，与家宅不及。只因我喜欢，还是种了。可他却不知道，我视此物为药，种它是为了等花落之后采根泡水，治他的喉痛肺痈。可如今一语成谶，果然离散。你父亲他是因为太在乎你了，才会如此固执。小春，这几日你先到方圆去住，给你父亲一些时间，
让他也好好的想一想。对，等旅行都气消了，咱们再回来。他舍不得不认你的。这六郎啊，没有见过百团齐发，我想带他去开开眼，不介意吧？自然不会。六郎不会骑马吧？要不要与川渝同乘一匹，沿途赏一赏长安的明媚春色？六郎待您一向恭敬，不知是何处得罪了您。怎么了？花鸟使不让我上此车，打发我去骑马，想是嫌我多病，怕过了病气。可我哪里骑得了那高头大马？若是不小心摔了，花鸟使就这般容不得六郎吗？斗嘴说笑怎样都行，可空口误人害你性命，不妥吧？你若想与我同车，直说便是，为何扯谎污蔑他人？这不是一个纯良君子应有的作为。六郎知错了。既然知错，还不向姐夫道歉？对不住，日后六郎不会再这般了。无妨。六郎今日还是不去码头了，姐姐和姐夫启程吧，别误了时辰。行了，既然答应了你，怎能言而无信呢？我和川渝去牵马。上车吧。你姐姐一向如此，为人处事的道理要讲，也怕你真的受伤。你还是与我们同乘一车吧。不用谢，做姐夫的理应如此。这河道宽阔，码头更是非比寻常啊！哎，六郎，你看，那有投壶迎雾的摊子，我们一起去玩吧。我臂力不足，定投不中，还是算了。啊，我明白了，川渝是卑微侍从，六郎是小夫人之弟，肯定不会愿意跟我们这种人一起玩。并非如此，那就是愿意了。走吧。六郎，去玩吧，把东西给我。走吧，走。好好玩啊！说你这个人啊，刚刚说你不算计，气量大，线下斗什么六郎啊？我只是看了川渝一眼，是川渝以彼之道，凡事彼身。你这姓偏的，还怪上我了？六郎这个人性情敏感，行事呢有些偏颇。他的那些小伎俩，其实我全都知道。但是我相信，只要悉心教养，便可扭转。大家都是一家人，自然该包容一些。你说你跟一个小孩子计较什么呀？好，好，好，你的好阿弟。日后啊，我多多忍耐，悉心教化，行了吧？你说这之前一商都是船员出面，这如今来信跟我说，是船头要见我，也不知道对方是何方神圣。我带的这些礼，不知道他会不会满意。
看什么呢？兴荣昌盛啊！来了，几位慢用啊！何店主，那我进去了。里面请。来了。传云副使这是何意啊？我夫君尚在岸边等候，若是见我迟迟不归，必定会大闹的。我知晓你的性子，若我有何异动，你跳河也是要走的，哪儿还轮得到他呀？来都来了，不妨喝盏茶，谈好生意再走。宁王到底要走私何物？寻常商船都容不下，要私造这么大的船。这冬日下雪，码头封冻。船家告诉我呀，这船上的规矩，每年雪融重新开航之时，这凿下的第一块河冰都会存下来监察，用以祝祷新的一年风平浪静，万事顺遂。我原是不信的，但想到今日要见你，便想讨个彩头。转运副使今日请我前来，到底所为何事？许久未见故人，先叙叙旧，再谈正事。我大婚之后，便下定了决心，要办好差事，做出了正气，再以新的面目去见你。这些日子，我决淤泥拓河道，结船对广开航，尽收民心赞誉。也是因想到你，我便将这码头定为了官民两用，辟出集市，用以船员采买，商户致富，百姓便利。如今这繁荣之景，亦有你的功劳。恭喜你实现了往日愿景，不过这些政绩与我无关，反倒对你来说来之不易，还望转运副使能够珍惜。那便说说与你有关之事吧。若你在此运货，可免除一应杂税，并享优先出航之权。多谢美意，不过无功不受禄，还望转运副使待我与其他商贾一视同仁。你果然还是从前那个何为芳，但我也不再是过去的刘畅了。如今我对所求之志、所求之人，有的是耐心。明年的合并，我会同你一同造落，煮茶共饮。不能结发为夫妻，但求长久相伴。
寡人姬妾不守夫德。若是宁王听到你这番话，当作何感想？刘畅，我本来以为你应当有所醒悟，没有想到你不但一点长进都没有，竟还在痴心妄想。你我早已毫无关系，若是一意孤行，只会伤人害己。言尽于此，若无他事，烦请靠岸。牡丹，我们来日方长。靠岸。是。蒋军今日挺闲啊，又是陪玩，又是在这里等我，当真没有什么其他的目的？刘畅与你会面，我这做夫君的，不得好好看着。你知道是他，为什么没有提前告诉我？我只知道这个码头是他所建，谁想到他这个转运副使，竟假扮船头，私会他人娘子。别胡说了，我可没有跟他私会，我跟他清清白白的，我本是来谈生意的。礼都没送，看来谈得不顺。哎，方才在市集上呀，偶遇此物。听闻这罗甸手串可以反照光泽，白日显富贵，两夜照佳人。往后啊，你夜间拾花弄草的，也便利些。这玩意儿不错，这岂不算是平民可用，又可以随身携带的夜明珠吗？这倒是个商机啊！小花店主脑袋里心里就只有生意啊！方才你们在船上，你我就看着这果子没熟，还好我没吃，酸死你！贺卫方，圣人都没叫我试过毒，你郎君，商户们感念您的恩德，又给您送来了一批茶饼。郎君今日下旨，在码头新开的集市逛了逛，然后便回了韬光院。晚饭吃了2张糊饼，1碗汤，饭后还吃了樱桃。樱桃，他从来不爱吃这果子的呀。可是小厮说了，郎君不仅吃了，还吃了许多。许是今年的樱桃又大又甜，郎君想尝个鲜呢。此事我了解，他性格执拗，心中好恶极难更改，怎会突然换了口味？待子书睡了，暗中将今日跟着他的人一一叫过来，我要查问。是。县主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了，行头究竟有何打算？县主，华满柱向来本分经营，从无错处。如今何店主与淑妃交好，又是花鸟使的爱妾，小的无能，实在不知如何处置。是无能，还是不愿意处置？小的不敢。县主，听闻行头爱女被何为芳挑唆离家，更是在他店中抛头露面给人诊病。何为芳如此对待吕家，行头都能忍，怕是真的无能。
行头之位，岂能无能之辈担当啊？待此花凋谢之时，若花满柱还在，那吕家也不必存在了。县主，县主容禀！何人放肆？县主的马车都敢冲撞！曹某乃花行中人，愿为县主分忧。好好去安排吧，行事谨慎一些，不当讲的莫要多嘴。曹民明白。办好此事，这行会便可变天了。诸位，诸位，吾家小娘子吃了青书斋的云鬓丹之后暴毙而亡，无良商家制药贩家害人性命，今日必得还苦主一个公道。云鬓丹寿数百颗，从未出过事。我号过武士的脉，他的体质与云鬓丹相合，绝对不会出问题，定是有旁的原因。你一介女流哪里懂什么义理啊？你不过就是被那何为芳哄骗着来做生意，莫要一错再错了。真正害人的败类是何为芳，快出来！何为芳，害人的败类，害人的败类就是那何为芳。店主的买药绝无问题，我有证据。各位，我这药材售卖，施舍百姓康健，定要谨慎为之。因此，这青书斋每出一批药物，定会取样存在贵方之中。对，这是武士购药内日，贵方所存的样品，贵方凭帖上记载着存取货物的日期，而这锦盒上印有封条，可证我从未动过此盒。我会将此盒原封不动地交予官府查验，以此证明我们店中丸药绝无问题，武士之死与青书斋无关。他敢让官府验药，应当是问心无愧啊！没有错呀。何店主，只证丸药无碍有何意？若是医术不佳，断错病症，便是好药，也照样可致人死啊。仵作文书在此，可证武士长度致虚，受创极深，因饮食而死。可武士的吃食与往日无异，唯有近期采买过云鬓丹，这药就是元凶。诸位，是信奸商的狡辩，还是信这白纸黑字？实在你耳鸣！这就是云鬓丹，害人的药，杀人性命的药，留不得。别打！这青书斋也不能信。带走！这是跟青书斋无关，错人了，这可就是我们害的。不哭，小春，没事的，不用担心我。今日是我连累了你，对不起。你若是没助我开青书斋，曹玉英也寻不到这个药土。只是不知道他背后之人究竟是谁，竟然还买通了县令。早晚都会知晓的。当下最重要的
是我们如何自证清白。若是我能近身查看武家娘子，定能知道她因何而死。可惜眼下又被困在这儿，什么也做不了。也不知道父亲有没有听闻此事，我会不会担心？都说人在落难之际，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最在乎的人。你之前还生你父亲的气，可如今还不是最记挂着他？不哭了，等我们出去以后啊，你就回家，同他好好讲一讲，啊。不哭了。万主香，说完便走。谢谢官人。父亲，快去。春儿。父亲。这怎么都伤成这样？都是牡丹护着我，不然只会……你要是当初听我的，待在家里好好嫁人，何至于受这种苦？何店主在危难之际仍护住小女，吕某万分感激。只是你们女子经商，终究还是闯下了祸事。难道父亲也觉得是女儿医术不精将人害死了吗？这不重要，把你们救出去才是最要紧的。这重要，这对我而言是最重要的。今日的祸事不是我行医导致的，是有人蓄意陷害。那药方我研究数月，数百人服用，无一人有任何不适。那些素未谋面的病人都愿意相信我的医术，为何在您眼里一文不值？您为什么不愿意信我呢？您可是我父亲啊！小春，行头，此事真的不怨小春，是因为我而起，是我连累了他，我定会想办法来证明小春的清白的。如今此案的关键是药方有无问题。你都已经这样，你怎么去证明他的清白？我跟你说过，不要把他往火坑里推。女子行医就是会是非不断。那既然您认定是我行医惹下祸事，犹如吕家门楣，日后全当没我这个女儿。行头，请回吧。都到了这个地步，你还这么倔？你非要死在牢里吗？行头，难道您真的忍心让小春背着杀人的罪名，就这样不明不白的出去吗？你冷静的想一想，若真的是我们害死了武士，县令为何不敢公开审讯？为何宁愿对抗律法，要对我们动用私刑，逼我们认罪画押呢？只有将这些全部调查清楚了，才能真的还小春一个清白啊！果然能夜犯光泽，贾长阳没骗我。落难之际，第一个想到的人，竟是你吗？
小春的父亲进来一趟，要上下打点一番，你就这么轻易的进来了？不愧是花鸟使啊！案件尚未查起，他们竟敢对你动刑，谁下的令？偌大的长安能够只手遮天，以此大罪诬陷于我，又敢不顾你的颜面，对我严刑逼供的人还能有谁呢？自然只有那一位了。干嘛去啊？带花鸟使的小夫人离开这儿。不可！我现在跟你走了，岂不是真的成了倚仗官威、草菅人命的奸商了？县令背后有人施压，定不会秉公处置。我必须要将此案调查清楚，找到不容易辩驳的铁证上堂公审。我要让曹玉莹县令看着，让全城百姓跟那背后之人看着。我跟小春要清清白白、堂堂正正的走出这牢房。好。不过爱妾出事，做夫君的若什么都不做，岂不可以？一定心有陈算。若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尽管提。多谢将军仗义。眼下虽然我走不出这牢房，可是我已经盘算好了查证的各项事宜。将军替我传话便好。如何？蒋少卿，武氏此前生产过，致其死亡的并非是肠肚之虚，而是在应当温补调养的月内之际，大量食用寒毒之物，以致落红淋漓不止，气血亏空而亡。我担心县衙的仵作被收买，换了人查验，但也未查出此症，这是为何？仵作大多都是男子，寻常病症自然通晓，很多女子生病羞于就医。他们所看过的女病人，没有我们女医多，对女尸隐疾特征有所疏漏也是常事。难怪牡丹让我给淑妃递话，点名要找女医。云鬓丹药性温凉，于人无碍，武氏定是服用他物而亡。我知道了，有劳医师，烦请回宫后替我带些淑妃。郎君，大府已经按照小夫人的安排，把人证和物证都收集齐了。唐大娘在花行的花匠口中得知，武氏是曹玉莹的别宅妇，平日一直就藏在丁子下。那曹玉莹不懂医理，5日前便在医馆找了一位医师，称她的妾室刚刚生产，问有何忌口。转头他便找了一家药铺，专买了一些产妇忌口的寒凉之物。丁子乡有人看到曹玉莹拿着螃蟹、牛黄去了武氏家，第2日便传出了她的死讯。大府已经拿到了各方供词、药房的采买凭证，还在武家刨除找到了食物残渣。明日上堂，小夫人定能洗刷冤屈，郎君尽管放心。要确保此后无虞，有个人，我还得去会上一会。花鸟使今日怎么有空光临我宁王府？这几日我爱妾被人构陷，遭牢狱之灾，我气不过，去县衙大闹了一番，却意外找到府上失物，特来送还。原来花鸟使是来问罪的。何为芳害我坠马，我没杀他，以示仁慈。
县主遭遇着实叫人恻隐，但覆水难收。如今县主已如愿嫁给心上人，大王亦为你讨回公道，让子叔兄擢升了转运副使。如今他如日方升，大王亦多了可用之人，可谓是人人遂意，皆如所期。又为何揪着我爱妾不放呢？父王为我讨回的那点公道，怎可弥补我锥心泣血之痛？能不能弥补，我不敢说。可当时大王既答应了我，便落子无悔。若县主执意回弃，我也不介意做个无赖，去圣人面前闹上一闹，这官职给得，便也收得。你到底要如何？县主坠马受苦，我爱妾在狱中亦伤得不轻。依我看，此事就算扯平，彻底结过。往后，我与大王仍亲如一家。不过，县主与子叔与我夫妻二人便少些来往了，免得触目伤怀。毕竟，如今对县主而言，夫妻和睦才是最重要的。县主觉得呢？就依花鸟氏所言，失物复还，来之不易，稍有不慎便会再次失去，还望县主珍惜。县主，当真就这么放过何微芳吗？蒋长阳如此的爱重何氏，可是亦是对子叔无心。想来，子叔也是无生机会。罢了。是。那曹玉莹，县主放心，她上有一家老小，无论被判何罪，都会自己扛下，绝不敢多嘴。奴婢会把一切处理干净，郎君什么都不会知道。曹玉莹毒杀民女，构陷他人，证据确凿，按律当斩，秋后行刑。请书斋店主二人已查证无罪，即刻释放。